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最近呢，有一款电玩游戏叫做《黑悟空》哦，这个黑神话悟空哦，在全世界的电玩界哦，都刮起了一阵旋风，很多玩家哦在线上讨论。而现在在中国大陆，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款的3A 级的一个电玩的游戏嘛哦，所以他们包括在音乐界，包括在房地产界哦，都做了一些连结。商人的这个脑子本来就动很快嘛哦，先看看保利演艺哦，这个在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演艺经纪公司哦，它就开启了一个线上线下的主题音乐会哦，并且在很多地方都开实体音乐会。那另外呢，房地产商因为最近中国大陆内卷的厉害嘛，那房地产可能没有这么好，所以呢也有房地产商动了脑筋啊就把这个黑神话悟空跟他们的卖房子做结合，当做赠品说如果你来买，你买一户，我就送你豪华版的游戏就是促销的一个这个噱头的确看起来好像真的变得这个来看房子的人变多了那另外我们再看看呢，其他国家的一些网民网友他们的反应。像是韩国每一次只要这个中华文化里头有的像粽子啊、屈原啊各种的这个中华文化的东西，他们都会说这是我们韩国人先发明的，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还多加了印度人我们先来看看，包括印度网友讲说，其实孙悟空啊是我们印度的他说这是以印度的猴神哈努曼为原型创造出来的。那哈努曼的故事是透过佛教和僧侣传到中国的觉得这个是印度的。那另外韩国网友也来了，他说这个悟空是韩国人，中国剽窃了韩国的文化和历史人物，所以在网络上也掀起了一个这个论战，到底悟空是谁的呢？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现在这个黑悟空因为他很夯嘛所以也承受了很多网络攻击。据说我们看到很多僵尸网络去攻击他。而另外呢，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因为他是第一个应该是这么讲以中华文化来做一个故事的连结那当然就是我们从小都熟知的《西游记》过去《西游记》拍过很多剧，可是作为电玩是第一次嘛。那网友就总结了，他说全部的 CG 过场动画全长是3个半小时所以呢是很多玩家讲是很少把动画完整看完的游戏，因为它有情节。而另外里头有一些女主角、女配角，应该是这么讲有一些女生的角色，过去大家看到都是以西方为主嘛，那都是长腿啊、大眼啊。可是西方世界看东方女性，或是看亚洲女性，或是看中国女性，都会把眼睛搞得好像那个眼睛很小，有没有眯眯眼？可是这个她没有受到西方影响，她还是用正常的审美观念，没有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眯眯眼。而另外呢，我们看到里头有很多的场景，我个人是没有玩啦，可是有玩过的朋友都说，它里头有很多很真实跟这个现在我们可能地标上面的一个结合，中国地标的结合。包括虎先锋是游戏养的猫，大橘蜘蛛精是中国演员吴彦姝。那另外土地庙这个游戏中有个土地庙嘛，那是莫高窟的322号窟它是有实景的。另外游戏中的打坐香炉，其实真实的事件是在河北博物馆的西汉奇兽人物博山炉像这样都是有实景的一对照果然是一模一样那另外你看到有很多像是这个 BOSS 宝藏西安宝物是唐代的像这样子的一些宝物通通都是有真实的事件，他们有做了一个很精密的考究，所以这款游戏据说花了6年半才打造成功的确后面其实做了很精细的研究。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这一只猴子掀起中国的民族情仇这个有人说载不动许多愁啦那当然很多玩游戏的玩家是不这么想觉得就是好玩嘛。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游戏里头不是有一些无头的一些僧人吗这个玩家就说有些西方玩家搞不懂历史嘛，就说为什么没有头呢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响堂山石窟有一些古老的遗址，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佛像啊、雕像的头部，在历史上曾经遭窃那也有一些网友讲说，是不是目前有可能被藏在大英博物馆中？
那有一些网友也说，哎，可以还给中国吗？哦，从游戏其实可以衍生非常多的枝节出来。来请教亮哥，亮哥有在玩这个吗？哎呀，年纪大，这个要眼明手快啊，对，你知道吧？年轻人在玩的，像我们翟轩勇敢去试，哦打了5轮都很快阵亡。真的假的？昨天阿宅在网络上连续直播5个小时哦阿宅是电竞高手，因为他是宅男啊，他死了60多次，对，他死了60多，可是他手很快，对啊，不有几关真的非常困难。嗯哼，我记得有一关阿宅大概死了8次才把他打死。你在线上看呐？我看了3个小时。哇塞，这么无聊？不是啦，就要看一下嘛，看人家怎么打。不，因为自己玩不来，就看人家怎么打。借他的手看一下。那个你要看高手打才有意思。是。当然有人把那个打斗过程整个都删掉了，都在假设你过关，然后让你看全景这样。嗯哼。那全面大概也要2-3个多小时。哦，这个就是里程碑啦。嗯哼。里程碑就会带动很多想象嘛。像你刚刚后面讲那一段，那就已经带动了旅游，一定会有旅游出来嘛。对，就像偶像剧哦，去哪里拍？比如说冬季恋歌，对，那个场景，我们就会想到那个地方去玩。对，所以这个就是悟空旅游也会立刻出现。是，而且它贯穿很多省啊，山西、甘肃、西安、河南，它贯穿很多省。那接下来他得到很大的信心啊，因为高盛预估它的收益会超过50亿人民币。哇！那它成本只有4亿啊，很划算呢。所以下一集它一定会投入更大啦。那这个其实中国的题材真的蛮多的啦。是啊。即使你要做悟空2你也可以做到印度啊，做到中亚啊，都蛮有趣的。丝路啊，就丝绸之路嘛，那西方取经。对，因为他这次还没有走出去嘛，对不对？那未来你还可以包括丝绸之路，那其实跟印度那只哈努曼真的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可是印度有一些旅游景点真的蛮诡异的，因为它有一个旅游景点就是一只金箍棒，它就一只很大的一个柱，那个叫林家，对，那个景点蛮有名的。OK， 可是就说《西游记》的有一些要素是外来的啦，并不是中国本地的要素。那个时候就表示来往蛮密切的嘛。不过这个韩国人来蹭也蹭得太离奇了。韩国人什么都要蹭啊，不是讲屈原也是他们的。吴承恩是江苏人啊，所以他要蹭，大概说是我们韩国人从山东不小心迷路走到江苏，可以去瞎掰一下。跟印度还有丝绸之路，我觉得还比较牵得上那确实有很多造型，然后这些人真的非常认真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朋友，他网络在留言说他们去现场去看真正的那个旅游的景物然后他在游戏里面做的几乎99%以上的相似度，所以这制作团队有去踩线有，一定有去踩线，然后做出来是逼真程度极高啦，是，然后它还有不同的镜头所以要完整抓到那个旅游景点的那个真正的样子这个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一定也会有电影音乐啦，还有公仔它只卖了1波嘛，只有1万多套周边商品，对，就是所以这个整个的收益可能会超过100亿人民币啦，是我的猜想我们台湾应该也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台湾我也看到一些专家在评估了，他说台湾的优势可能不在这里了。台湾市场也有做出几个比较好的游戏啦，可是并不是3A，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险太高。比如说你投入了台币，我们随便讲啦，你事实上以美国的计算方法，一支至少是8000万到1亿5千万美金3A 的作品是，那你有可能没有回收那这么多钱，事实上如果做网游啦，其他的作品，可以做出不少作品更容易回收。所以做这个坦白讲是，你资源要很大啦。那就是有一些是成功了，然后他就累积资源嘛，那就比较敢去冒险砸钱，因为一支大概台湾嘛，你去想一想嘛，你大概要
25亿到30亿台币，是没有错。那你的回收怎么办？没错。哦，所以这个风险真的蛮大的。因为这是腾讯嘛，哦，腾讯我是腾讯，腾讯只有5%的股份，5%的股，但他团队里头很多人腾讯出来，对呀，所以他们其实有人有钱哦，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不意外，也恭喜他们。来，其实这个当然现在非常非常火红啊。那我知道台湾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是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做得出来，但是你就是还没做出来，人家做出来了嘛，所以我觉得也你做出来也不一定红啊。对啊，你做出来不卖也是白搭，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风险很大，所以也不用去太去跟人家扯这个话题。那你看现在印度啊、韩国啊这些网友也会来蹭，那就表示他确实成功嘛。如果不成功，谁要蹭？人家根本知道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你一旦出名了，就容易遭受到这些网络攻击啊什么。然后甚至呢，我也看到国内有一些人呢，就是讲说，哦，这个故意老共又利用这个在进行认知作战，说这个又怎么样，故意要去炒热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话题。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什么东西好像有被害妄想症一样，什么东西都是统战，什么东西都是认知作战，什么东西都要干嘛干嘛。其实他《西游记》里头讲的文化，都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需要他来统战吗？这个我们本来就知道了，所以你何必担心这个呢？反而应该要去想，这些素材我们本来都有，那为什么不能够好好发挥？为什么人家可以？当然，你说做3A 游戏可能投资成本太大，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其他的形式的表现啊。其实这一次它的成功代表一个什么意思？代表只要你用心去制作，就算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它一样可以掀起热潮，而且外国人一样是有接受度的。其实很多人说啊，这超过80%以上都是中国人在玩啊，那你外国人顶多了不起15%到20%，可是他现在已经1000多万套了，所以这代表什么？也有几百万的外国人在玩，这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吗？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他去做了很多，去模拟现实啊，去参考这些，去做了一些东西啊，人家有慢慢用心。我想这个用心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个难一点都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去用这个心思去做而已。而且我觉得，你如果仔细去看他的故事的话，他对《西游记》有做一些二创，他的故事其实跟原来的《西游记》是不太一样，但有一些是有他自己的意思。当然，喜欢或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花他的心思在里头了。那至于说很多这种头被砍掉，其实那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伤痛，因为以前我们不懂得珍惜这些东西。然后呢，西方人来的时候看到这些佛像啊、雕刻非常精美，那都是我们文化的瑰宝。可是又太重太大，抱不回去，所以就把头砍下来。你知道吗？其实也不只是外国人这样干，我小的时候很多台湾人也这样干。你说砍哪里啊？去大陆啊，去把他们的佛像，把那个佛像砍过来。那时候台湾很多人在做这个买卖。早年可以带走，早年他们没在管制嘛，直接让你带走。OK， 你看台湾有一些人在做这些买卖。是哦。对啊。那最近这几年大陆开始有钱了，他们也重视这一块，所以现在就慢慢在全世界各地要回收。对啊，所以我希望这些东西还是能够回到它原来的地方，那些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我去过莫高窟，的确我看到非常多大型的佛像没有头，是啊，我都被砍掉了。哎，请教舰长。我们讲到说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电动玩具啊，其实大部分还真的不能玩。为什么 ？PS5 在台湾其实目前还没有办法使用，必须要跨区下载。跨区下载那有一点点问题啊。那另外呢，我们这样子讲到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气愤呢？黑熊学院最气愤，为什么？因为它的第1章里面打黑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啊。所以呢，黑熊学院的院长以及其他的徒子徒孙大概不太开心啊。不过呢，我们的前台北市议员也是网红呱吉，他讲说，一群没玩过电动玩具的老人在政论节目上面讲黑神话，你这样就不一定哦。为什么？因为小舰长我就玩过啊，我在玩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呱吉你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我们在玩的就是 RPG 的游戏，那叫做铁路大亨，它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游戏，它还要买卖股票，还要去把东边的这个煤矿运到西边炼铁完，然后再回销城市，所以也是非常复杂的哦。那但是这一个有没有让我们台湾的产业实质上得到一些注意呢？有啊。那我们这样讲啊，现在你要能够驱动，让它能够很顺利的
使用的，那你必须要使用到4080跟4090的这一个绘图高端显卡，它到底多少钱啊？那以华硕来讲啊，4080的这一个高端显卡要39490，那你的这么高端的显卡，你的 CPU 能不能驱动呢？那你要连 CPU 一起换了。那另外，如果说是4090的话，它的价格高到63990元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其实实际上无论是技嘉、微星、华硕这一些股票啊，其实都是都可以得到注意啊。那另外啊，我们讲到说有关于黑悟空这一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本身啊，它也遭受到非常多的这个网络攻击啊。那这个网络攻击呢，其实也就是刚刚讲到很多人对它不满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当然也是想突破，然后给中国的游戏产业一个当头棒喝，但是并没有成功。好，观众朋友，我们来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这是史上第一次中国的军机入侵日本领空，这是我们收到的讯息哦。那自卫队战机也积极的升空，这是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国的运9情报收集机今天早上短暂的进入长崎县五岛市男女群岛近海的日本领空，那自卫队立刻紧急升空回应，目前情报收集机已经脱离了领空。这是刚刚中国大陆跟日本中间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今天早上。而全世界其他的这个重要的焦点，包括交战区乌克兰，现在美国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么关注这个地方了呢？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全境啊，现在呢响起了警报，发生在昨天，因为俄罗斯派遣了11架的战机、数十枚飞弹和无人机去对乌克兰进行全境的攻击那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看到呢，这个有人死亡，至少有3人死亡。那我们知道整个乌东现在被俄军占领，而乌克兰的军队其实有一支军队也深入到了俄罗斯了，可是发生了一件案外案，就是路透社的记者常年都有派一组记者在乌东这边报道战事。那记者下榻的饭店昨天就遭到了飞弹的袭击，包括1名安全顾问不幸死亡也有3名到4名的记者受伤。那这个乌克兰说至少有4死37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栋饭店已经变成了废墟。那在乌克兰的部分呢，其实他谴责俄罗斯之外，他还谴责一个国家叫做白俄罗斯，因为乌克兰说白俄罗斯假借演习的名义在边境集结重兵，你是想干什么呢？你是不是要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他也警告这个白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而另外很诡异的是两军都在交战，可是现在怎么有一个前线的换俘的一个行动呢？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基辅，我刚刚讲了已经入侵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嘛在2个礼拜之后，当然这个两边都有一些战俘，可是现在突然库斯克抓捕的储备换回马利坡英雄。过去大家记得那个钢铁厂吗？马利坡那个地方不是很惨烈吗？有一些乌克兰的士兵被抓了，那现在把他们换过来再做一个前线的换俘的一个行动那这个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因为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泽伦斯基他接待从印度来访的莫迪总理那他访问了基辅那我们看到包括泽伦斯基就跟这个莫迪说，希望由您来主办第2次的和平高峰会，希望你来做一个各种的调人希望在全球南方国家中间，你来做一个东道主。除了俄罗斯的战场之外，我们看到中东的战鼓更是响彻云霄。现在以色列出动了100架的战斗机去轰炸一个地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这个真主党是一个民兵组织嘛，那真主党当然也立刻反击，他们是立刻发射超过320枚的火箭炮。可是就有人说这2个地方互轰到底是为哪桩呢？这个是大炮打小鸟吗？因为你看到以色列它是兵强马壮必须讲它武器很精良嘛。
他出动了100架次的战斗机去轰炸这个民兵组织，是为什么呢？以色列境内有很多各国的人士，其实看起来进入紧急状况哦，那逃难的人潮也涌现了。如果讲是大炮，这个大炮打小鸟，可能有人也不同意。有人说，真主党尽管它是民兵组织，可是它的战力其实很高的哦。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据说它是世界上武装最齐全的非国家团体，因为它的武器库很猛哦。那来自哪里呢？来自伊朗的支援。根据 CIA 出版的世界概况哦。它显示，这个真主党至少拥有15万枚的火箭跟火箭弹跟飞弹，而且从2006年以来，它还扩充了精准导弹系统。那当然，我们看到都是这个伊朗在背后做一个支撑。另外还有一个胡塞组织在也门这个地方其实也让以色列非常头痛，因为它不断在攻击红海上面的一些油轮啊，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商船那现在呢，以色列说我可以减少驻加萨的驻军那这个来换得一个短暂的一个和平。 CNN 就报道以色列希望提出像这样子的一个诉求跟命题，而美国是不断的在支持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航母已经就定位了，就是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包括罗斯福号还有林肯号都来到了阿曼湾的周边，还有一支 F-22的逆踪战机中队在这边驻扎。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坚定的支持以色列这个行为这个行动其实是没有变的。来，请教亮哥。我觉得中东这个应该还是做样子为主啦，就是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并没有大打的样子那没有大打的样子，主要是考虑到民主党的选情。我讲的是以色列啦以色列可能也不要让拜登太为难。虽然说拜登做了动作，我的感觉啦，实际上他还是以挺以色列为主啦，因为他尽管在说要跟哈马斯促成哈马斯跟以色列谈判，可是完全没有方案。就是战后的政府的组成，以色列坚持要排除哈马斯那这个人家怎么可能答应？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方案的嘛。那没有方案谈有什么用？所以你就看到美国真正在做的动作是，把林肯号航母调过来，把陆战队调过来，然后盘点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可用的军事资产，然后参谋总长跑去约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啦，才是美国在布的真的局啦。就是他认为战争一定会发生，然后他要挺以色列嘛，所以就要做必要的防范万一啦。可是目前看起来，万一好像出现的几率也没有很大就是伊朗也没有希望你打那么大就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个部分比较有在节制啦。可是乌克兰那边就比较麻烦，我觉得现在他真的是有点惹毛了普京那普京把它定位为库斯克战争就是反恐的战争他没有把它当作是俄乌战争的延续他把它另外当作是一个恐怖攻击的事件那这个就很麻烦了。你看到普京他去那个北奥塞梯亚那个地方，他不是去祭拜贝斯兰那个学校，他们跪地，然后当场他就讲说库斯克攻击就是类似这件那件事你去看当时俄罗斯是怎么处理的，就追杀到最后一个人。全部歼灭，就是车臣干的嘛那时候车臣游击队干的所以后来你就看到俄罗斯就大举进入车臣，坦白讲真的是屠杀啦。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俄罗斯对库斯克还有乌克兰的相关的动作，我认为他出手会蛮狠的。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换俘交换俘虏不然这个两件事啦，因为各有抓嘛这个在战场上常见 OK 那可是这个跟他会怎么打库斯克，这是两件事，两回事。因为那些俘虏大部分都是顿巴斯那个时候抓的啦。对，就是在乌东那个时候抓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中国大陆的运9飞到日本领空，这是史上第一次。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是定位点错误啊，那而是呢，他们是有目的的前往。那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跟当初一开始在2017年环岛绕台一样，就是当他环岛绕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会开始反应，会开始让待命机起飞，然后到底我们的战管可以战管几批次，其实他们的作用。这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回应7月4号，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梁越号驱逐舰，你不是进入了中国大陆的领海吗？你既然进入领海，我现在就进入领空。现在的解放军是没有在讲这一个退让的。你看，他直接美军去南海。那个拉萨舰编队就直接去了那个阿拉斯加，直接在白令海峡，所以现在只要是侵入中国大陆的领海或者领空，中国大陆一定立刻回应。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真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讲到这一个乌克兰其实已经凉了。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库斯克的战况啊，如果看到23号，大家讲的跟真的一样打得很激烈，并没有，它实际上发生冲突的只有一个地方，然后这一个位置呢，其实是泽伦斯基在那边发表演说，也就是那个苏梅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来看最近的啊，当然不是只看23号，我们来看今天26号的，也就是你今天去打库斯克地区，俄罗斯就请你各种的飞弹各种的炸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炸弹的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库斯克这个西侧这边呢，其实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所讲到的车臣部队卡德罗夫，他援救了51名的人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一个乌克兰的部队只能撑一时，拉不了一世。好，我们进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彬哥。以色列跟真主党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双方你说他们的袭击的规模大不大？其实很大。以色列出动了100架军机，对，那真主党也发动了至少320枚以上的火箭。那可是呢，双方其实超级克制。对，也就是真主党说我第一阶段结束了，就是这样，然后就好像准备停住。你看以色列没有要继续攻击的样子，那以色列宣称说他炸掉他1000多具火箭发射器。那可是真主党说我已经干掉了我们首要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双方各自取得胜利。那我觉得双方都不想事情太扩大。那问题来了，就是一直说要发动那个伊朗，伊朗现在到底要干嘛？没干嘛。对啊，他还是没动。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会不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呢？如果能够这样平息下来，其实对大家都是好事。讲真的，只是伊朗面子上可能会有点挂不住。那接下来伊朗到底要怎么去找回这个面子？我觉得大概就是我们要持续观察，可是我希望是最好就这样，在双方还没有重大伤亡的时候，能够停下来是比较好。那可是呢，乌俄这边情况就更难搞。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夏涵彬，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民众党现在内部连环爆事情不断的发生，跟钱有关的很多的账目不清楚。不过有人就要问了，民众党这个年轻的小党，它里头到底是人才太少，还是其实人才如云？柯文哲不会用呢？我们先来看看，包括柯文哲本人，那当然他自己也是一枚骑兵嘛。黄国昌大将，黄珊珊大将，陈志涵大将，陈婉慧、蔡壁如也都是大将啊！你有好好用吗？还是说你都没有给他好好放在对的位置上？包括柯文哲自己家人都是一门
的这个领将哦，女将哦，你看看柯家军有谁？柯妈妈啊，有人就拿这个杨门女将哦这个历史故事来把它套用，像是柯妈妈很像佘老太君呐，陈佩琪很像穆桂英哦，柯美兰她妹妹很像杨八将。可是真的偏偏的很可惜啊，他们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都在拖柯文哲的后腿呢？现在柯文哲逃莫雷修，因为今天有民进党的市议员说，抓到了，你拿4000万去秘密买房，而且是你的个人名义哦，用的钱是哪里的钱？政党补助款不是，是个人选举的个人因为他选总统嘛，个人的这个补助款那柯文哲说对啦，怎样？我就是用这个钱买的啦我们党内有规定嘛这个补助款个人的2/3可以归我个人柯文哲，1/3给党我拿这2/3来买有错吗？因为补助款大概1亿多嘛。那我们来查一下柯文哲是5月10号根据林延凤讲的，5月10号他以个人名义4300万没有贷款呢好大一笔钱买下来临近立法院及民众党部的这个48.76坪将近50坪的商办。现在据说有人在租租给其他公司行号。那根据比对所有权人是柯文哲，而且没有任何贷款，全部都还清了包括柯文哲的财产申报，他其实柯家名下的房产他也都没有贷款了所以大家就想说，你钱到底是哪里来的？除了政党补助款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是政治现金？于是外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连结。那都有待柯文哲自己来说清楚那另外我们再看看，包括更早之前1个多礼拜前，陈佩琪去看房子，东看看西看看，看的都是1亿多的豪宅也被大家来这个讨论说跟你过去讲的居住正义不太合那柯文哲的说法是说，陈佩琪去看豪宅又怎么了？我们买得起呀不用装穷啊，因为我跟陈佩琪在台大医院工作30几年。可是其实陈佩琪不是在台大工作陈佩琪是在联医啦他说不过他的这个重点应该是说，我们2个都是医生，高收入买1亿的房不是困难，也不用装穷，本来就买得起。可是其实如果你会理财，然后你们2个夫妻都是医生可以买得起1亿的房，这我不觉得奇怪，只是你过去讲的话跟现在一对照，很多地方对不起来。包括你过去曾经讲过说我从医30年都不看景福门诊，景福门诊是比较贵的，特别达官贵人在看的门诊，所以那个时候2023年柯文哲讲说难怪一路穷到现在过去他讲说我看的都是穷人都没有看有钱人，所以我很穷还有过去在选举的时候不断的传出来说民众党没有钱了，没有钱下米了，竞选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没有米可以下锅了所以有很多小草不断的抖内再抖内。现在回头想，当初你都在装穷民众党都在装穷吗？那这些事情必须讲就是伤筋动骨的事情还不断包括出走潮这个获得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第17名，前公视董事徐瑞熙跳出来指责黄珊珊说你剥削移工所以他辞职退党了。那柯粉这个护理师张乔瑜是杠上战狼小姐姐夫妻另外跟他反目的或是渐行渐远的像是网红朱慧荣还有包括这个过去的台南市的党部主委蔡婉珍还有陈清茂过去在选举的时候出钱又出力帮你办活动的陈清茂，现在也看起来有很多的批评那这些伤筋动骨的事情已经让柯文哲够麻烦了，可是致命伤，真正的致命伤在哪里？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的3大案，现在要开始被检验了，包括你看到金华城案，彭振声今天去了这个所谓的专案小组这个来做这个约谈那经过3个小时的约谈之后，彭振声离开了，而且脸上有挂着笑容那这个彭振声有证实说，2020年2月份曾拒绝金华城和陈情人要求转交陈情案，那3月柯文哲直接交办此事。第二，柯文哲曾经问为何金华城诉求的12万平方公尺建筑面积
没有被批准，就是市长在关心了啦。还有便当会只是自己任专案经理，就只是他任专案经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这个调查的进度啊越来越紧锣密鼓了。柯文哲到底会不会有事啊？因为除了金华城案之外，还有北市客案还有台智光案。现在看起来都有一些不利的证据被议员爆料出来，或是专案小组爆料出来。如果司法上真的有事情的话，那这个党不就 game over 了吗？来，先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啊？事情演变到现在，你有料到吗？这个选举补助款1票30元，这个以这个级别啦，我说总统、市长这个级别，总统级别坦白讲，我认识的啦。比如说宋楚瑜是全部捐给亲民党，侯友宜也是啊。是啊，就是你怎么会想去买自己的房子呢？然后蔡英文他从来没有除了自己住的那个房子之外，他没有额外再买的房子。蔡英文的选举补助款是信托啦，成立小英基金会啦。是啊，就是基金会，都是基金会嘛，不然就捐给党嘛。然后那个办公室都是用租的嘛。我就因为你如果要为自己买房这个18万比捐款小额捐款支持你去选总统，对不对？那这个是政治现金的部分坦白讲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大家都会去理解为你应该就是为公嘛，公而忘私，然后公优先嘛。那民众党也不是很有钱，所以第一个当然会想到说，那民众党是不是要有一些机构或者基金会？然后我看现在党要成立基金会也不容易了，因为可能有党产的问题。可是他有成立众望基金会啊，那个是党的吗？党的啊，不是吗？我记得是民众党成立的众望基金会不管了还是他个人这个也要查一下。不管怎样就是你政治人物已经做到党主席这个级别而且这么多人捐款给你你基本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你公为主嘛，而不是为私嘛。而且你又不是没有房子，他的房子也蛮值钱他自己住的那一栋，还有他儿子名下有一栋，新竹还有地。对，我就不知道他买房子是要干什么他说是要给党用的。我知道了，那给党用，那就捐给民众党嘛。捐给民众党。是啊，你既然说要给党用，那就捐给民众党嘛。而且他还说这个什么有2/3是归他个人，对不对？他说对2/3他们的党的规定，2/3的这个选举补助款，就党只收1/3啦。对，选举补助款是可以在他个人名下。我知道了，那个人名下意思是要私用，是不是？我嘛不知道。我坦白讲，我很少看过政党去规定这个的啦。这个一般你如果是党主席的级别，大概就是你说这个是你个人的办公室，是不是？他说是他在他的名下，可是他要给民众党来使用，推展党务。那就捐给政党不就好了？我不了解啦，为什么要讲到这么复杂啦？如果你当初就这样想好了，那就是选举补助款是要让民众党进一步发展用的嘛。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去讲2/3是归我所有？你干嘛去定这一条啦？因为民众党他个人说了大概就算数了吧，对不对？对。我觉得他现在真正的危机就是这一类啦，就是说我们讲了，比如说你碰到了危机嘛，那应该有一群人来帮你作战我们说作战有2种一种叫澄清事实嘛，那你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戴立霖那2家公司的916万黄珊珊所有发票，那请问现在有公布发票吗？他说是端木正没漏灯嘛，那黄珊珊你已经那么多天啦，那你要跟时乐的发票，你至少可以公布吧？这个是指澄清的部分。那第二个是作战嘛，你可以去查赖清德、侯友宜的政治现金的账款我没有看到民众党有这样的一个作战我反而是看到有少数的小草网红抓到了几笔账，然后在网络上那边贴就是他气不过，所以就去查赖清德的账
那我不知道啊，比如说我今天跟那个侯汉廷同台啊，侯汉廷就说他就看到2笔啊，然后他这边念，他说都是民众党的小草在网络上贴的，那请问呢，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就有4个啊，为什么你们都不开记者会？都没有作战。那新北市也有一个市议员啊，立委有8个啊，为什么你们都不帮柯文哲呢？对，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嘛。你去看那个姚文科一审，那国民党就帮他立刻召开记者会，有人去挺他嘛。林姿妙上次也是啊。是。那你柯文哲这一个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你的公职的人员在挺你呢？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会不会他们也不知道内情啊？对不起啊，你不知道内情，那澄清的部分就交给黄珊珊、陈志汉、徐府他们那些人嘛。现在也没有做啊。我刚刚已经讲了，你要跟时乐的发票，你到现在也没公布给我看啊。这个是内情的部分嘛。另外一个是作战的部分嘛。我没有看到你的公职在帮你作战啊。对，的确是啊。亮哥就点出了这个问题了哦。不过黄珊珊自己有讲哦，所有的发票现在都在检调那里，他们也拿不到，你认为这有可能吗？有人这样办事的吗？那你就相信他不会给你乱搞。是，所以听起来的确是左支右绌啊。现在整个民众党上下。那刚刚我们提到的众望基金会据说是柯文哲成立的，当时他为了要选总统，所以他成立了众望基金会。对，你知道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是谁吗？柯文哲、李文忠。哎呦，我的妈呀！金枪宝哎，所以呢就不用去妄想这件事啊。所以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笔烂账嘛，然后整个乱搞。老实讲，我到现在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决策会认为可以拿选举补助款来买一间房子，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决定。过去没有人这样做，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政党因为他这个补助款虽然是补助个人的，可是问题是呢，不是他自己去领哦，中央学委是政党去向中央学委会领，然后他领完出来之后，你们政党内部再看怎么分。那当然，因为民众党基本上是一人政党，所以他大概就自己决定怎么分了。我还看到网络上有人在问啊，这个是你们是柯银配啊，那吴欣盈分多少？我也想到这个问题，那吴欣盈呢？他没份吗？难道就柯文哲一个人决定就算了，就拿走了？然后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我相信民众党内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柯文哲买了这个办公室，有可能。对啊，那你们的政党是这样决定事情的吗？这个你们当初说拿到这个补助款是要拿去。就是政党还有一些后续的活动啊，然后说那个感恩餐会啊，什么乱七八糟，然后剩下来要捐做公益啊，就公益是帮柯文哲买房子，是这样的公益吗？所以你这个说不通的啦。然后讲今天你说金华城那些案子，就算柯 P 坐牢，我讲实在，就算柯 P 坐牢，小草可能都会认为说柯 P 是被冤枉了，是政治追杀陷害。可是这个东西你到底要怎么解释啊？当然，我今天去民众，我还特别跑到民众之声去看，他们还是有人很坚定，我就是喜欢捐钱给他花，怎么样？不行你还跑去看哦？对啊，有人当场捐钱哦？不是，就是很多人留言啊，说我就是挺阿贝，我就是喜欢捐钱给他花。是有没有这种人？当然有，有了，当然有。对，但是多少剩多少？然后讲，我觉得这是民众党最大的危机啊！你现在整个跟你过去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嘛。然后第一个，你根本不穷。第二个呢，你明明知道民众党的经费来源很拮据，然后呢，你居然选择是帮自己买个办公室。然后讲政党可不可以买办公室？可以啊。政党虽然不可以置一般的不动产，但是如果买办公室是可以，是可以的。对，那你为什么不帮民众党买办公室？其实所以有人在猜，你知道有人在猜什么吗？是不是柯文哲知道自己当主席干不久？所以不能够让他留在民众党。可是他5月就买了哎。是啊。所以这是怎么回事？是表示柯文哲不想选了吗？所以，因为正常来讲，你自己创立了这个党，你有资源应该灌注在这个党里头啊。结果不是，他选择灌注在自己个人那边。然后我跟你讲，现在更奇怪的就是你说这间是要买来做办公室，对不对？结果现在是租给别人。对，租给人家1个月6万多。那他住在台波大楼那边。是啊。那请问一下，这在干嘛？这在赚钱？请问一下，这6万多是给民众党，还是给你柯文哲自己收？不知道。这完全是一笔烂账，我真的觉得
幸亏我不是小草，我如果是小草，我大概就要抓狂了，因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样乱用呢？然后讲我个人认为，最近发生这一连串事情呢，这一件事情对柯文哲伤害最大，比陈佩琪1.2亿还大，都还大，因为他们家本来就因为那个不是还没成真，是啊，也没有真的买，对啊，而且那是他们拿他自己家的钱，那个随便他，可是这是选举补助款呢，这个照理来讲，你要知道。虽然说这个是你得到的票换到这些补助款，一票30块，可是当初竞选的时候，难道都是别人出的资源？你党部没有出资源吗？党部也出了资源，那你不用回填给党部吗？有啊，1/3啊，只有1/3吗？对啊，就这样就够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你还告诉我说你是创党的，你有心要带动这个党，你会相信吗？你还想发展这个党吗？我看你想发展你自己家比较快吧。所以，我真的觉得民众党从现在开始大概就泡沫。我也很难替民众党来分辨哦，来申辩哦。那如果说有这个民众党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也许我们可以接一下call in电话。如果有人愿意打电话进来诚心的话，来请教舰长怎么看？刚刚前子讲到说是不是其他人都不知道内情呢？其实是啊，因为其实民众党本身就是一人政党。那我不是光评论而已啊。那我们这样讲就是柯文哲第2任就职的时候是2018年的12月25号，可是我曾经去跟他简报过，也就是讨论国防的事务，叫做从国防出发。那当然除了我个人之外，还有其他军种的那个来一起提报那当然还有留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市长室里面的他的一个会议室里面，它其实我们进行了一个合照。我们这样讲也就是其实柯文哲当初找这么多人来进行简报，不是只有军事有各个方方面面的。那这些民众党的人都能掌握吗？其实不一定能够都能掌握那另外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我除了这一次之外其实我在他们的智库另外也做过一次的一个报告，也就是在讨论建军海空到底如何建军那当然我们分析了一些就是有关于我们海军的2位曾经担任过参谋总长的长官他们其实对于建军理念上面有很大的分歧也坦白来讲就是黄曙光长官跟李喜明长官。那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认为说那个我的阶级不够高，但是其实我的报告内容大概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媒体上面或者一般在这一个各种的智库所提出来的内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要谈的是，其实柯文哲在做什么别人不一定知道，那但是他其实真正违反的也就是他当初竞选的时候所讲到的开放政府、全民参与以及公开透明，一点也不透明，一点没有别人参与，然后也一点都不开放。希望这个柯文哲能够回到初心公开透明如果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说清楚，也许我们的第三势力的这个一席命脉还能够保存。如果继续可能不够透明、不够公开，那可能民众党的未来就比较困难了。